应该有个15斤吧。朋友们好，我是金河，今天是3月1号了，出去拿点快递。在离开这边之前，我花费了大实力更新了一波装备，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到了。本来这一批资金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攒的，准备换一辆3轮车的，把我那个摩托车换成3轮的。但是我现在的收益主要是视频激励以及朋友们的支持嘛，然后刚好够我旅行的开销。想要攒钱的话，估计要好久，还不如直接就花了。对于长期旅行来说，3轮车加上房厢确实会比摩托车舒服一点，但是摩托车也有摩托车的玩法嘛，通过性确实会比3轮车要好很多。像我的话，就比较喜欢去那种很偏的地方，还是摩托车方便一点。这边快递已经拿到了一部分，这一次更新装备，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这个车准备换一个后轮，加一个大边箱，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装得上，得等到了才知道。然后这个保险杠也得换了，摔了几次车已经凹进去了。衣服方面，冲锋衣、裤子、鞋子一整套下来加起来应该有1000多了。露营方面的话，新买了一个单人帐，还有行军床、烂槽垫，这应该是所有装备里面最贵的了。单一个帐篷就花了800多，加起来应该也是1000多。然后还有厨具、渔具、零零散散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话，应该超过4000块钱了，已经是我的大半身家了。先来把这个保险杠换上吧，这边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这个地方都是我自己焊的。现在来换这个一整套后轮，不知道我能不能搞得定啊。来看一下我这个后轮的情况吧，这个轮胎磨损的比较严重，虽然还能用，这边的线都还没磨光，但是新的一年嘛，就直接换个新的得了。然后这个轮毂从出厂到现在应该已经跑了6万多公里了，快7万公里了。这个牙盘这里晃动的厉害，这个晃动不是牙盘的问题，这个牙盘是新换的，原厂的我已经换掉了。这4根柱子底下有那个缓冲垫，这种柱形的缓冲垫是老的设计，特别容易烂，然后还不好换。缓冲垫本身不贵，这4个加起来估计也就10块钱的，但是手工很贵。要换这个的话，你必须用那个螺丝刀或者其他东西把这个外面的铁皮这一圈铁皮给它敲烂，才能一点点的把它拔出来。这个边边上都已经被我敲过一次了，都是我自己换的。找人家师傅换的话80块钱吧，就换这4个。现在要把这个外胎这样撬进去，撬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然的话容易把里面的内胎搞坏。我之前这个外胎就是太硬了，撬的时候搞坏过好几次内胎。
进去了。这个帐篷和行军床到了，但是这个行军床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太大太壮了。打开看一下吧，可能得退回去，不要了。这一大堆东西，我感觉都不用组装起来了，就可以退了。本来我想着搭配一套行军床，到时候在露营的时候可以更加从容，睡在地上和睡在床上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像这种公共场所、公园呀、这一类广场啊。这就是大致的样子，2.1米乘以80厘米，这种是超大的行军床，为了搭配我这个单人帐。这个比我的太极2要轻太多了。这个帐篷和行军床刚好能够搭配得起来。这个行军床的边边上有一个这个拉带，套到帐篷的这个杆子上，稳稳当当。这个飘云衣里面的空间超级小，刚好能够躺我一个人吧，背包都没地方放，就刚好能够放一个蛋巢垫。我现在在想，要不要把这个帐篷也退了？这个空间确实太小了，爬山倒是不错，但是长期摩旅的话，这个可能就有点难受了。搭上外帐也是超级迷你。算了，买都买了，先用一段时间吧。如果不行的话，再换回双人帐篷。这个边箱也到了，36升的，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装得上去啊。感觉勉强能够装得上吧，试一下。得先把这个旧的支架拆下来，这是之前买的小边箱上的支架，靠的是这个钢筋绑上去才勉强装上去的。现在要把这些全部剪掉。这个边箱支架不匹配，确实太难装了，搞了5个多小时吧，终于差不多了。现在把这个装上去。OK， 朋友们，这就是边箱装配上去的样子了。再放一个驮包上去，这就是我们之后在路上的状态了。有点 ADV 的样子了。目前还有几个快递还在路上，现在没什么事，还剩了一点窝料，过来随便甩几杆吧。位置就选在我们之前跑鱼的这个位置的附近，下面现在水已经退下去了这么多，那里面那个位置露出来了一点树枝，底下有障碍物的话，应该更长鱼一点。
7.2米的杆子已经配接回来了，然后钓的6米的水深，线组4+3，3号的千柚单钩。现在就嗑瓜子，吹风，慢慢熟了。我操！又跑了！我靠，3号的线也切，这差不多我最大的线就4号线了，难道只能搞个通线吗？哇，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我靠，3号的线顶了一小会儿吧，没用力顶。哎，不行，去换个4号通线试一下吧。今天晚上估计没口了。每次都是这样，就是你不专心钓它的时候，它就来口。走起！哎，慢慢守，今天晚上守到1、2点吧。这几天晚上月亮很亮啊，估计有点影响鱼口。2点半了，真的没口了，有点顶不住了，还是明天再钓吧。唉，说实在的，也确实有点不甘心啊。之前跑的应该是一条鲤子，打桩了，顶都顶不动，然后一开灯可能是吓到它了，一发力就直接切线了，补一点点窝吧。明天早上不知道起不起得来。哎，准备休息了。今天晚上估计有点睡不着了，明天早口估计赶不上了。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距离天亮还有1个多小时，定了个闹钟起来了，还是去守一下早口吧。来了，这个好像不大。哈哈，终于来了一个像样一点的，还是有一点力气的。应该有个4、5斤吧。不急。OK。哇！上货！这一条一下子就顶起来了，前面那一条是完全顶不动的。哇靠！漂亮，也终于轮到我上货了。虽然不大，还是有一点激动的。先入户吧。
好了，朋友们，现在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小鱼开始闹了，白天希望不大了。OK， 朋友们，再来展示一下我的大鲤鱼，看看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皮毛相当漂亮了，4、5斤应该有了，哈哈。然后再掏出我小粉丝送给我的大鲤鱼，跟我自己的大鲤鱼合照一下。这个是我之前小粉丝送给我的大鲤鱼，这是我自己钓的大鲤鱼，哈哈。先给它养起来，到时候再放了。这个是我2026年的第一条巨物，帅。OK， 朋友们，今天是3月4号了，距离我们上那条鲤鱼已经是第3天了。这2天实在是太忙了，出去拿快递、改装车辆，每天都回来的很晚，都没时间钓鱼了。不知道有没有错过这一波好的鱼情啊？这边先来把这条鲤鱼给它放了，鱼护里面养太久的话容易受伤。哇！放！哇！看这个体型，这个体格实在是太漂亮了，感觉应该不止5斤啊，5、6斤，5斤多6斤应该有了。OK， 给它放了。2026年第一条巨物，走吧。中午出去的时候把这个头发剪了一下，然后还买了一点骨头回来吃，好久都没吃肉了。先腌一下，起锅烧油，直接下入骨头。啥都不用放，要的就是原味。哇，好香啊，口水直流。来，先尝一块吧，应该差不多了。哇！脂肪的味道。最后还是撒一点葱花，点缀一下。下午6点钟，开饭。哇，这才叫肉嘛！啊，那个鱼已经吃到想吐了。哇，太满足了。整一个。下午6点半了，准备上钓位吧。现在的水位是1天一个样，一天退个50、60公分是很正常的。现在换了个新的钓位，之前的那个钓位现在好像降到了一个陡坎的位置，7.2米打下去到不了底。这边的话就是比较浅了，现在7.2米的话，水深应该是6米左右，这边应该是最浅的一个位置了。
挂2个大撮儿，目标鱼还是鲤鱼，只限加铅钓法，懒得调漂人的浮力。走，开手。晚上12点钟了，不出意外的没什么口，现在回来准备先休息了。再等几天吧，再等几天我们就能离开这里了。我现在超想钓一些正经鱼的，鲫鱼之类的。